华尔街6度，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华尔街6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华尔街6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中国23万亿美元的地方债务混乱即将变得更糟。彭博社，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一直让投资者越来越紧张，并将在未来几年成为经济的潜在拖累。虽然鉴于北京对债务的隐性担保，中国市政当局的违约风险目前相对较低，但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削减支出，或将资金从促进增长的专案上转移出来，以继续偿还债务。鹤岗市是中国第一个被迫进行金融重组的城市，随后还会有更多重组，这使得习近平总统的情况不详。习近平希望到2035年将收入水准提高1倍，同时减少收入不平等，这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他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内统治共产党。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债务收入比超过 120%， 大多数省份超过门槛，代表高债务风险。中国的政府债务总额估计为23万亿美元，这一数位包括各省市设立的数千家融资公司的隐性借款。鹤岗的债务是财政收入的2倍多，并且正在遭受领导层的紧缩措施，包括在寒冷的冬季气温下缺乏暖气和削减公共部门工资。如果没有贷款延期，超过2/3的中国地区将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像辽宁和内蒙古这样的城市，有大量的债券利息支付接近突破门槛，在解决债务问题时需要谨慎行事。为了遏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影响蔓延到全国，北京试图通过称地方政府财政总体上稳定来缓解公众的担忧。中国保持贷款利率稳定，对人民币疲软、资金外流风险持谨慎态度。路透社，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 PBOC 在5月份连续第9个月维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因为分析师认为净资本外流可能会面临任何可能损害人民币贬值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的风险。尽管最近几周的大量数据显示中国冠状病毒后的复苏已经放缓，但这种犹豫还是出现了。尽管金融方面存在疑虑，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降低银行为避免额外资金外流而必须预留的现金数量，但许多人预计使用其他工具，如存款利率窗口指导和流动性注入来引导融资成本降低。香港股市因北京美光禁令驻长晶圆制造商而爬出困境。南华早报，香港恒生和恒生科技指数分别上涨 0.4% 和 1.1%，推动中国股市从2个月低点复苏。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 和华虹半导体 Huahong Semiconductor 的股价升至历史新高，原因是北京禁止美国存储晶片公司美光科技 Micron Technology 向中国主要资讯基础设施运营商提供产品，交易员蜂拥而至。电子商务巨头 JD.com 上涨 0.4% 至 137.70 港元。中印断绝可能会助长征议边界沿线的不满之下。南华早报，分析人士表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可能会在两国的共同边界上引起另一个不满的夏天。尽管在2020年发生致命冲突后，一些部队从3500公里边境的某些地点撤出，但在印度北部地区的拉达克尚未找到解决方案。虽然中国称局势总体稳定，但印度外交部长贾尚卡坚持认为，在边境的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关系不可能正常。今年4月，北京在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重新命名了11个地方后，拒绝了印度的担忧。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他们的立场分歧，显然没有立即解决的办法。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重新点燃进一步的敌对行动。荷兰外长前往中国，但晶圆禁令突破希望渺茫。南华早报，
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禁令预计将在荷兰外交部长沃普克·霍克斯特拉 （Wop Hoekstra） 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晤期间主导讨论。尽管中国正试图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但两国之间的讨论不太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据分析人士称，荷兰不可能改变其对高科技脱钩的立场，因为该国的目标是满足西方反对中国经济胁迫的立场。荷兰成为第一个加入美国对中国实施晶圆禁令的国家，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据荷兰情报部门称，中国一直在利用合法投资和学术合作以及非法间谍活动来瞄准荷兰公司和机构。荷兰去年加强了对高科技技术的外国投资审查，政府暗示可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中国科技公司文泰收购荷兰晶圆公司 NOE。拜登在国外用富有成效的 G7 换取华盛顿的混乱，因为债务违约迫在眉睫。CNN。 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广岛参加7国集团峰会时，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的出席提醒住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一些外交官和官员担心唐纳德·特朗普或志同道合的共和党人未来担任总统对乌克兰的潜在负面影响。因为特朗普在2019年 G7 峰会上发表了有争议的评论，询问为什么俄罗斯不能被纳入谈判。今年 G7 峰会的主要焦点是乌克兰，并发出了团结一致的明确资讯，支持该国。该国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对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人们也越来越愿意对中国采取批评态度。然而，这被华盛顿的担忧所破坏。华盛顿在提高联邦借款限额方面陷入僵局，政府关闭和违约的风险越来越大。对华盛顿混乱的日益焦虑再次提醒人们全球外交的微妙状态。三星 SK 海力士股价上涨，此前中国未能通过美国竞争对手美光进行安全审查。路透社，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股价在韩国早盘交易中上涨。此前中国宣布美光科技未能通过安全审查。中国网络空间监管机构周日宣布，美光公司生产的产品未能通过网络安全审查，这意味着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营商将被禁止购买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中国实施一系列晶圆制造技术出口管制后，中国于3月开始审查美光的产品。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没有对更广泛的市场收益发表评论。随着澳门押注变革，横琴将在大湾区扮演什么角色？南华早报，横琴是一个中国特区，旨在帮助促进澳门经济的改造计划。一些来访的外交官对该计划在小岛屿地区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中国的目标是利用大湾区的发展，包括香港和澳门的9个城市，到2035年创造一个能够与东京和三藩市等其他地区竞争的大型经济强国。新的特区旨在帮助澳门摆脱对赌博的依赖。中央政府官员经常谈论澳门与横琴的合作，但来访的外交官对技术抱负是否会在一个不发达的小岛上发挥作用持怀疑态度。葡萄牙驻澳门和香港总领事雷涛 Alexander Leitao 表示，他发现这些深度合作区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它太新了。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6度。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3w.6度.world。